Hello， 大家好，又一次见面了，还是我们熟悉的超级旅游带你云游世界，我是 Zoe。首先呢，要在这里祝贺上一集有奖问答的赢家，祝贺祝贺！今天呢，和我一起带领大家线上旅游的是 Connie 还有 William。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给大家看一段视频。我操你妈！视频上面呢，就是现在走红网络的张家界的玻璃栈道。哦，是不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张家界的玻璃桥？其实它跟玻璃桥不太一样，它是玻璃栈道哦。OK， 我感觉到这几年张家界真的是很红。对，可惜我没有机会去，我可能会去。William 可以给我去吗？我帮你跟老板讲一下。好，谢谢你啊 ，William。没有机会去的话，那我今天就带你去玩一下。好的 ，Let's go。对 ，Let's go。本来去我知道大家都有在讨论张家界。对。我还是有点疑惑啦，就是说张家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对，是一个景区还是一个城市？对啊，因为我们每次都听到张家界，每个进来都要报名去张家界。对。其实我们两个都没有机会去。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好，今天我就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一说到张家界，大家就会想到好像天门山、天子山、百龙天梯、玻璃栈道、玻璃桥这样子。对，可是你一说要去张家界旅游，到底要看什么？所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梳理一下这些景点到底在张家界的什么地方，还有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首先呢，张家界是在中国的湖南省，湖南省是位于中国的中部。很多人以为张家界是一个旅游景区，但其实也不完全对，因为张家界呢是一个以旅游资源为主的城市，而且张家界非常的大，它包括了很多个旅游景区。然后其中它最主要的一个景区叫做武陵源景区，所以我们说的张家界森林公园啊，还有天子山的风景区啊，都是属于这个武陵源景区的。然后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好像天子山啊、袁家界、十里画廊啊，对，这些景点。所以你说去到湖南是我们的飞机是到湖南吗？还是怎么过去？从新加坡怎么过去呢？通常呢是飞到湖南的长沙，对，然后从长沙再坐车到张家界。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看的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有山有水，对，反正肯定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有山有水，山水。对啊，其实没有错啦，来张家界确实也是看山水，但是张家界它之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地貌很奇特，所以在武陵源景区主要是看它的好像枫林峡谷。枫林是不是你们觉得有点想象不到是什么意思？我只是知道枫林是那个枫林，wind chime， 对，它不是枫林，它是山峰的峰，森林的林。在这边呢有3013座山峰，而且它高度有几十米啊到400米，然后表面是有森林的，所以它聚在一起呢，就是绿色的一座一座山峰，3000多座汇在一起，就很像是一片大森林。对，可是这个森林又不单单是树组成的，它是山峰组成的，所以叫做枫林。山峰做成的森林，对，所以它会比较特别。刚才前面我有提到一个叫天子山的地方，天子山呢就是在张家界欣赏这个枫林最好的地方，因为你在天子山你就可以看到几千座山峰立在山谷里面，对，就非常壮观。有没有人坐那个 helicopter 的呢？就去，好像那个 Grand Canyon 这样坐 helicopter 去看那个山，那3000这个山。
如果是自己家有直升机的话，就可以做啦。其实还是有啦，有一些会用无人机啊去拍摄一些视频，对，但是比较少，好像做直升飞机。对对对，山峰组成的森林，听起来很不一样。对对。那水呢？水是什么呢？水啊，对，水的话，它有一个景点叫做金边溪。对。而且大家都说啊，金边溪是在武陵源景区风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有山有水。然后金边溪它最出名的景点呢，叫做水绕四门，意思就是它有4条溪流，然后把那个一片绿色的森林分成了东南西北4片。然后他说所谓4门啦，其实是4个方向，4个山门，对，它只是4个方位。然后周围啊都是我们刚刚说的枫林，然后中间呢就是一片绿地，然后被溪水环绕，所以很像仙境。对，所以有山有水啊，就是一个风水宝地哦。对，一定要去哦，一定要去。所以听你这样说，我好像可以想象为什么张家界可以建一个户外电梯。对，户外电梯。我看过一个照片，就是这个电梯是直的，对对，垂直在山峰的旁边，对对对，连这些山也看起来很危险的感觉呀，因为全都是很直的嘛，就是对对对对，没错。呀，所以那个户外的电梯也是在这个地方对吗？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电梯很壮观，对，因为也是很长的一个电梯，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也是听说它是得到那个 Guinness Record， 对对，没错，那个电梯，对，没错。你们说这个就是百龙天梯了。百龙天梯，对，百龙天梯就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是世界上最高的户外电梯，所以它有326米高。然后这个电梯每一次呢是可以乘坐50个人，速度大概是3到5米每秒钟啦。对，所以像以前啦，每秒钟，对，每秒钟，它的速度其实不快。那不是1分钟吗？对啊，它的全程的话大概是1分58秒，大概2分钟左右。可以给你慢慢看风景，慢慢对对对，而且啊，以前。对啊，是高的，因为它而且这个电梯它紧紧贴着那个山峰嘛，然后从底下升到山峰最顶端。就人怕高，这是个秘密，不要说。所以这个电梯之所以要建啊，是以前啊，如果我们从金边溪这个景区到袁家界之类的其他景区，走路的话要走3个小时的山路。对，因为它这边都是山峰山路，所以它没有车可以到达。那如果你要开车的话，要绕远路，然后弯弯绕绕的，要4到5个小时，而且因为开山路也是会有一点危险。然后自从建好这个天梯以后呢，你坐这个电梯就是对，只要2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另外一个景点，然后你同时你又可以看风景，反正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啦。对，I think 爬山也是不同。对对对，爬山也是不同体验。我可以慢慢爬。好高。那这个电梯是玻璃的吗？对对对，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对，它是一个玻璃观光电梯，所以你可以看风景，在坐电梯的同时，虽然只有2分钟啦。So I think 感觉好像在这种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又建一个电梯，一个科技化的东西，对。有点不一样啊，所以可以去看看。我看到这个图片，还有那个视频，还是有点头皮会发麻。会怕，你太高，对不对？那如果玻璃桥跟玻璃栈道，你会怕吗？可能。就有跟你讲他怕高，这是一个秘密，这是一个秘密。你看那个 video 哦，刚才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下面没有东西的吗？对啊。那你走路肯定会有点怕吗？因为你都不懂。下面有东西，只是离你很远。对呀。是看你要看还是不要看吗？对啦，那如果是这样子，我就要跟你讲玻璃桥跟玻璃栈道了。OK， 这个可能你会头皮又在发麻。Actually， 玻璃桥跟玻璃栈道它是在不同的景区，而且这个玻璃桥、玻璃栈道也不在武陵源景区，
对，大家好像说要去张家界旅游，我要去玻璃桥，我要去玻璃栈道，可是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这是不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到底在哪里，对不对？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先要说一下是玻璃桥啦。玻璃桥刚刚我们视频里面是玻璃栈道，然后玻璃桥它有点不一样，可以看一下图片。玻璃桥在大峡谷另外一个景区，感觉大峡谷，对，它是张家界大峡谷，它距离那个武陵源景区有15公里。所以之前我们所说那个景区那些景点都是从远处看那些风铃这样子，但是你在大峡谷的话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峡谷对，因为峡谷我们知道峡谷的造型是好像两边是山，对，然后中间一道峡谷，所以它很窄。然后你去到这边呢，你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你在山里面的这种感觉，然后看到它的悬崖峡谷这样子。所以再说回刚刚我说的玻璃桥，这个玻璃桥就在大峡谷，然后它刚好是连接2座山峰，连接这2座山峰，所以我流汗了，所以对所以它横跨大峡谷，你看底下就是悬崖。Okay. 而且它是世界上最高，然后跨度最大的玻璃桥，长度有370米，而且有高400米，这里有蹦极耶。什么是蹦极？蹦极蹦极这对，所以我知道我人应该是不敢尝试啦。我跟你打赌，OK， 如果你敢去蹦极江，我给你1000块人民币。考虑看看。蹦极江我真的是没有尝试过，其实我也没有尝试过，我也是蛮害怕的。我还以为只有我。我虽然不怕高吧，我真的是蹦极江我有一种恐惧，对吗？蹦极江好像会很快，我是看他们做得很快。你要有心理准备咯，自己跳下去咯。对还是人家推你下去，你选一。有一些人站在那里，心理准备了2个小时，然后又下来，都是还不下，对，所以真的会，这是测试胆量的好地方所以还有刚刚我们说的玻璃桥，然后现在我可以说一下，这个玻璃栈道就在天门山。天门山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的。对，你有看张家界照片的时候有看到这个那个叫天门洞。这个天门洞就在天门山景区，而且这个天门山呢，它也不在大峡谷，它也不在我们刚刚说武陵源景区。天门山景区它是在张家界市区的附近，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那个天门洞，对不对？对，这个就是最主要去天门山要看的一个景点。然后我们说的玻璃栈道呢，就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天门洞的图片。它是很久很久以前，因为它这个山壁崩塌，它形成一个巨大的洞，然后对，而且会危险吗？其实你不用上到那个洞你是在下面观看，对，但这个洞它的海拔其实有1200多米高，它在1200多米高的一个那个可以说是峭壁一个山上面，然后这个洞呢，我们远处看了好像比较小，其实它很大。它的高度就有100多米了，然后宽50多米，所以我们会爬到那个洞。其实你是我们从山下呢走阶梯，对，可以走到上面。所以我走到上面，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它是整个景区啦，但是主要你是从远处看这个洞，然后你这样子看它透过天空嘛，所以它叫做天门洞，就好像是从人间通往天界的一个，对，所以它叫天门，因为你这样看过去，它就是透过光，它对面是天空。它的阶梯会很多 steps 吗？对，其实有一些会有一点啦，所以说如果是体力不太好的或者是老年人之类的，就是说可能要比较辛苦啦，慢慢爬上去。对，相对来说会比较辛苦。所以那我们刚刚说到玻璃栈道这个玻璃栈道呢，就是在这里，它是在天门山呢，它有一个山路栈道，它就贴着它的山，中间有一段是玻璃的，大概60米。对，所以你要游这个景区，你要走这个栈道，对 ，OK， 所以这一段透明的就是很出名的玻璃栈道，有60米60米的长度，已经流汗了。所以它的而且它宽度蛮窄的，它的宽度只有1.6米这样子，然后底下就是万丈悬崖。
有点他不敢听了，你看已经不敢听了吗？他在流汗了。我帮你擦擦汗。对而且这个看起来，这个也是一个练胆圣地，而且它的海拔有1400多米。是不是啊？它已经不行了。我知道在Europe 最高的海拔是大概是3000多，有一个是最高的是5000多在 Russia， 哇，所以1000多我是因为是慢慢上去，对，所以1000多我是觉得还好吧，所以你比较有勇气，下次你要去看。我不带他了，因为他怕高。希望等你自己去的时候，不要好像我们视频上面那样子哦。OK， 我应该是不会。那你呢？可能啊，哇，不懂哎。我倒是想看到他爬上去的样子。哭着不敢走过去吗？Maybe 会看到。OK， 因为很惊险啊。对，是蛮惊险的。然后有些你都看到了，有些人都不是不敢过去。对。So OK 啦，希望如果我去的话，不会像这样。但是这里我要温馨提示啦，就是安全方面。就是玻璃桥、玻璃栈道安全方面是不用担心，它绝对安全。但如果说有恐高或者是有心脏病啊一些游客的话，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再看要不要到这个地方去游览。对，其实今天我还想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我猜到了。你猜到了？你呢？你猜到吗？很重要的。Joey 跟 Christy 都很喜欢的，你猜到吗？对，食物啊，对啊，没错，我都忍不住了。我要讲的就是湖南食物。前面我有提到张家界是在中国的湖南，而且湖南的东西超级好吃，所以我觉得我不讲一下都对不起我们的观众。比喻什么好好吃的，可以介绍给我吗？我很喜欢吃辣的东西，我也是。对，那湖南菜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辣。但是它跟云南的干辣或者四川的麻辣不一样，它主要是香辣。像它的那种比较它的菜啊，像剁椒鱼头啊、干锅肥肠、小炒肉，也就是辣椒炒肉，然后辣子鸡，还有香辣田螺，哇，这些主要就是放一些椒粉啊这些东西吧。它一般是剁椒，对，它也有干辣椒啦，当然主要是鲜辣椒。剁椒就是那些对新鲜的辣椒，对，它会做成一种香辣的一个风味啦。当然你要问我怎么煮，我也不会，我只会吃。然后小吃它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口味虾，也就是小龙虾，还有臭豆腐。臭豆腐，对，我是有听过这些了。臭豆腐我们之前在台湾有吃过，它的臭豆腐是炸的吗？对，它也是油炸的，也是方块的。对，而且它臭豆腐可能很多人不太能接受，对，可是它就好像榴莲一样，一开始说我不敢吃，一吃就觉得很香。其实它是把发酵长霉的豆腐。发酵，其实这个字读酵，还是发酵？哪一个发酵还是发酵？OK， 它是把这样的豆腐呢，经过它发酵以后，它会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大家觉得是臭味的味道。那长毛了以后，然后它的颜色会变成青黑色。对，我们吃臭豆腐，它看起来黑黑的嘛。然后它经过油炸了以后，它淋上他们特别做的汤酱，它的汤汁。对，这是甜的还是咸的呢？辣的，咸辣，对，它也是香辣风味。然后所以你吃的时候，它的外皮是酥脆的，它是油炸的，但它里面又是嫩的，所以它再配上它香辣的汤汁，还有它独特的那个臭味，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已经在流口水，我也是。把它的过程我不要看，我只要吃而已。你在台湾吃过对不对？对，台湾有掺杂给你一点酸菜，所以你吃的不会很腻。
所以你说的这个是那个比较辣一点点的，所以它吃起来应该是不会很腻那种感觉，不会腻，而且对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肯定辣的应该会有开胃，对，而且辣味可能它会挡住它那个臭豆腐的臭味，对，所以我不知道臭豆腐有这么多版本的，每个地方可能它的做法都不太一样。对，还有一个就是小龙虾哦，小龙虾，对。在新加坡你们也有吃到过，对不对？龙虾，我有吃过龙虾，大龙虾啊 ，Boston 的龙虾，我没有吃过小的龙虾。在长沙，在湖南的小龙虾是它的一个有名的当地小吃，他们叫口味虾。然后这个小龙虾它有香辣小龙虾、麻辣小龙虾、蒜香啊、油焖啊，有各种各样的口味。那你自己吃过什么辣？我全部都吃过。对，所以说你要是去湖南玩的话，你在它的路边摊一边吃小龙虾，然后再配冰啤酒。你是怎么吃的？它是自己拔出来的呢，还是？对，你要把壳拔掉，但其实它的肉比较小啦，你要把壳去掉。然后呢，它的小龙虾的肉是很 Q 弹的，然后它配上它的汤汁，它会把汤吸进去，所以你吃起来又香又辣。然后你一个个剥来吃，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吃啊，然后再喝冰啤酒、冰饮料，哇，感觉吃龙虾，哇，sounds good。对，我在中国的时候，常常我宵夜就是这样子吃，小龙虾看电视，再喝冰啤酒。看起来你不会胖啊，对呀，你很厉害，因为那些小龙虾很小啊，没有什么肉，可是真的非常好吃，所以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湖南小吃。我只是在电视机看到他们做拍戏的时候，只是吃小龙虾，不懂什么味道，所以你一定要尝啊，这个一定要尝啊。对，所以其实啊，在湖南啊，或者就是张家界好看的，还有在湖南好吃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要说完的话，3天3夜都讲不完了。对，不过通过今天慢慢讲，好，今天我去你家慢慢讲。OK。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啦，是不是让大家对张家界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呢？而且就是我希望能够让你们更加的有好奇心，然后有吸引力，然后你们可以去张家界旅游，亲自到那边去体验一下，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心动了，对，一定不要错过。对。好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点赞，并且追踪我们的频道，还有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然后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视频之后呢，还有奖问答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可以赢得我们的奖品。Yep, that's right. So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today's video. If you have enjoyed this video, please help to hit the like button,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our Facebook. And of course, don't forget, right after this, we have a quiz for everyone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And please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below in the comments.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Thank you. Bye. Bye.